可惜了，今年的春节档早就被《鬼灭之刃》跟《疯狂动物城》提前预知。今天是初始啊，答案已经揭晓。说回标人啊，我打7分，惊喜拉满。但是啊，让我掏钱2刷，那就抱歉了，真不至于。可能有人要骂了，你是不是不懂武侠？那么燃的打戏，你还挑3拣4的？别急啊，听我慢慢掰扯。咱今天呀，就从为什么燃，为什么只能7分，武侠迷到底该不该冲3个维度，把这标人呀扒得明明白白。首先，咱先解决一个核心问题：为什么现在的武侠片越来越难出圈？为什么标人仅凭打戏就能在春节档站稳脚跟？这里就得搬出古人一句话：庄子说剑有云，夫为剑者，视之以虚，开之以利，后之以发，先之以智。说人话就是真正的剑术是虚实结合，后发先至，既有凌厉的招式，更有内在的气韵。而这几年的武侠片，要么是5毛特效堆出来的花架子，要么是慢动作磨出来的矫情戏，把武丢了，把侠给忘了，活该呀被观众抛弃。只能说呀，功夫的时代真令人怀念。而标人呀，最牛的地方就是把武玩到了极致，把中国人骨子里的武侠魂呀又给唤醒。我敢说啊，单论打戏，标人绝对是近5年武侠片的天花板，没有之一。尤其是那场沙尘暴的戏份，家人们，你们去看了就知道，简直就是疯狂的麦克斯跟中国功夫的完美联姻。沙尘暴里的刀光剑影，拳拳到肉，没有多余的慢动作，没有敷衍的特效，每一刀呀都劈得实实在在，每一拳都打得酣畅淋漓，那种在漫天黄沙里殊死搏斗的压迫感，直接把人拽进那个苍茫大漠的江湖里，全程无尿点。我当时在电影院里手心全是汗，肾上腺素直接拉满。说到这儿，就得提一句武侠片的传承。先人们常说呀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这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内核。而梁羽生先生更是提出宁可无武，不能无侠，强调武侠的本质是侠义，而非武力本身。标人里的打戏啊，从来不是为了打而打，而是贴合人物，贴合剧情。刀马的长刀挥舞干脆利落，融合西北摔跤术的招式，既有镖客的务实不羁，又有江湖高手的凌厉气场。术的剑法诡谲冷峻，银发翻飞间，刀光闪过，没有一丝拖泥带水，完美契合其玉面鬼的孤傲人设。阿育雅的骑射与弯刀战法融入戏曲林子宫的灵动，在大漠风沙中穿梭搏击，刚柔并济间尽显战士本色。这种武为侠用的设计恰恰贴合了文以载道，武以载侠的道理。这也是为什么哪怕你不是武侠迷，也能被这场打戏震撼到，因为它有魄，有中国人的侠义之气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不就是打戏好看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可别这么说。要知道现在能沉下心来拍真打的武侠片已经不多了。标人的主创团队那是真的拼，吴京、李连杰、张晋、惠英红这些老武侠人加起来160多岁，几乎凑不齐一对健康完好的膝盖。拍戏时有人瘸着腿，有人捂着肩，有人拖着手，但是一进入武侠的世界就立马满血复活。吴京呢，作为男主打戏能拿90分，那是实打实摔出来打出来的，没有替身，不玩特效。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股狠劲儿，那种镖客的野性跟韧劲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。而且剧组为了还原原著里每一粒沙都带血的苍茫意境，深入新疆戈壁实拍185天，捕捉大漠孤烟、沙暴肆虐的粗粝质感，手工做就的700套铠甲，西踏打造的知识郎面具，甚至角色身上的刀疤、服饰的纹路都做到极致还原。这种匠心在当下这个追求流量、敷衍了事的影视圈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就冲这份诚意这张电影票就值回票价。对于我们这种痴迷武侠的人来说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张纯粹的打戏，简直就是过年，当然也是过年。好了，吹完优点，咱回归理性。为什么我只给7分？为什么说它吸引不了我2刷呢？这就要说到我对电影评分的标准。《论语·雍也》有云：至圣文则也，文圣至则始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这句话放在电影里同样适用。质就是电影的技术层面，比如打戏、特效、服化道；文就是电影里的内核层面，比如剧情、演绎、情感、深度。一部好电影必须是文质彬彬，既有过硬的技术，又有深刻的内核，缺一不可。在我看来7分是一部合格工业电影的底线。
技术过关，制作精良，看得过瘾。标人啊，刚好达到了这个标准。但要想拿到8分，就得在文上下功夫，要有精彩的文戏，让观众啊能动容。而要想拿到更高的9分以上，就得有更深度的东西，能启迪观众。说人话就是能真正影响很多人，甚至改变一些人的生命轨迹。比如《霸王别姬》《活着》那样的作品，既有精湛的制作，又有深刻的时代内涵，这才是经典。而标人啊，恰恰输在了文上，输在了内核的厚度上。第一个硬伤啊，就是男主吴京的演技实在是拉垮。刚才说了，他的打戏能拿90分，但论演技啊，只能给40分，不能再多。吴京这个人天生就是为打戏而生的，浑身的侠气跟狠劲儿，往那儿一站就是江湖人。但是啊，只要他一张嘴，一演文戏，那种气场瞬间就破了，眼神里没有戏，台词念得干巴巴，没有情绪起伏，仿佛在念说明书。有人可能会替他辩解，吴京本来就不是走演技派路线的，能打就不错了。这话必须得承认，确实啊，放眼整个娱乐圈，能像吴京这样既能打又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，真的没几个。其他能上来还真打不了这么猛，也撑不起刀马这个角色。但问题是啊，一部好电影不能只有打戏，文戏同样重要。你可以演技不算顶尖，但至少要合格，要能让观众带入情绪，而不是拖后腿。这就像中国那句老话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吴京的长是打戏，短是演技。可惜这部电影恰恰把他的短给无限放大。第二个硬伤呀，女主的情感线硬的像钢板，简直就是强行加戏。我不知道编剧是怎么想的，女主阿玉雅的情感线从头到尾都很突兀，完全是为了推动剧情而插入，没有任何铺垫，没有任何情感递进，让人看得一脸懵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只能想到打着打着，突然阿玉雅脸色变了，这个刀马突然给他下点料，说他爹怎么回事，然后阿玉雅这才强行脑补出他爹怎么回事，但是具体有啥细节，现在已经想不太清楚了。第三个硬伤也是最让我失望的一点，大漠5大家族的斗争太小儿科了，简直就是过家家。中国在这方面绝对是大拿。孙子兵法有云，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不管是古代的诸侯争霸，还是江湖中的家族斗，拼的从来不是蛮力，而是谋略，是城府，是人心。就像三国时期曹操、刘备、孙权，哪一个不是靠权术跟城府才能在乱世中立足？哪一场争斗不是暗藏玄机，步步为营？而标人里的大漠5大家族说是争斗，其实就是互相砍杀，没有任何谋略可言，没有任何城府较量。你打我一下，我还你一刀，谁拳头硬谁就赢，简单粗暴。梁家辉饰演的老莫演的确实深沉，眼神里全是戏，把角色的隐忍跟沧桑演绎的淋漓尽致。但架不住剧情单薄他的深沉没有地方发挥，就像一个身怀绝技的高手，却只能跟一群莽夫打架，根本体现不出他的智慧跟城府。第4个小遗憾就是知侍郎这个角色的改编，少了原著的那种力量感。我看过标人的原著，说实话印象不深，很多情节都记不清楚，但唯一能记住的一句话就是知侍郎说的那句：知侍郎是个点灯人。别人问他点啥灯，他说点的是民心，民心中暗藏的怒火。这句话是对标人原著仅存的印象，但电影里知侍郎反复提到却是花满天下。虽然听起来很有诗意，也贴合他神秘通透的人设，但比起点燃民心，少了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，少了那种励志感，没有那种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。这可能是因为审查的原因，不能太直白地表达这种点燃民心这个台词儿。这个我能理解，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遗憾。就像言为心声，一句好的台词能让角色立起来，能让电影的内核更深刻。而这句改编反而弱化了知侍郎的理想主义，也弱化了原著的深度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要问，你说了这么多缺点，那标人到底值不值得看？我的答案是值得，尤其是对于武侠迷来说，绝对值得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武侠片太稀缺了，能拍出这样纯粹打戏、能唤醒人们武侠魂的电影更是少之又少。标人虽然有缺点，但他的优点也足够突出。他的打戏足够封神，他的制作足够精良，他的诚意也满。
毕竟啊，在这个武侠片式微的时代，能有一部电影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刀光剑影的热血，感受到侠义精神的力量，就已经很难得。就像梁羽生先生说的：“人间太平，物质生活更日渐丰富，但人性之复杂，世道之交离，也永远是纠缠这个世界的反面。故此啊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”最后啊，给大家总结一下，给不同需求观众做一个精准参考。如果你是纯粹的武侠迷，就喜欢看拳拳到肉的打戏，喜欢那种热血沸腾的江湖氛围，那么镖人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放心冲。如果你是剧情党，看重剧情的逻辑性、情感的细腻度，追求电影的深度跟内涵，那么镖人会让你有点失望。它的剧情跟情感线确实是硬伤，谨慎选择。如果你是普通观众，春节档想找一部看得过瘾、不费脑子的电影，那么镖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全程无尿点，打戏精彩，能让你放松心情。至于二刷嘛，我个人是不建议，因为镖人的看点主要集中在打戏上。第一次看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是最强的，第二次看没了新鲜感，剧情跟演技的硬伤就会被无限放大，反而会影响观感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吴京的死忠粉，或者是镖人原著的书迷，想二刷回味细节，那也是无可厚非的。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不必强求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一入江湖岁月催。黄土霸业谈笑中，不胜人生一场醉。提剑跨戟挥鬼羽，白骨如山鸟惊飞。尘世如潮人如水，只叹江湖几人回。家人们，其实啊，我们之所以对镖人有这么高的期待，之所以会吐槽他的缺点，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太爱武侠，太怀念那个剑胆情深、快意恩仇的江湖。我们怀念金庸笔下的郭靖黄蓉，怀念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，怀念梁羽生笔下的张丹凤，怀念那些既有绝世武功又有家国情怀的侠客，怀念那些既有打戏的热血又有文戏的细腻，既有江湖的快意又有人生的思考武侠片。镖人虽然不完美，但他至少迈出了一步，他让我们看到武侠片并没有死，他依然有市场，依然有观众，依然有希望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见。